前的老板，是袁世凯的孙女。那个男的是袁世凯的孙子，著名物理学家袁家玲。看这汤类都是10块，还是比较便宜的。阿姨，那我们点菜吧。哎，我看人家推荐的那个苹果派，苹果派对，苹果派，然后罐焖牛肉，对，必须的。还有啥？来个法式猪排，法式猪排必须吃。好嘞，那来一个。小冷盘必须吃，来个小必须吃。行，一面吞拿鱼，一面土豆沙拉，倍儿好吃。这干30年了，干30年。这个房子应该还是他那会儿祖产是吧？祖产。你要个红菜，正宗的。正宗的红菜汤。对。好嘞，行，我们就先这些。这袁大总统的茶。袁大总统茶就是袁大总统的。你的意思呢？柠檬白茶糖蜂蜜，你上哪个餐厅就没有这？坐在这种环境下啊，喝的这个袁大总统喝的茶，感觉不一样呢。甜酸味儿。哇，这茶还真的挺好喝，建议大家喝这个茶，别喝什么果汁儿了。上菜速度很快啊。这个是红菜汤，罐焖牛肉小份冷盘儿，这一半是吞拿鱼，这一半是土豆沙拉。一个千岛酱，一个白酱。这小罐焖牛肉还直冒烟儿，听见这滋滋的声了吗？我告诉你，这法式猪排，我们家在天津市第一做的。是吗？你尝尝。这是苹果派，这是被100%推荐的，它一道菜，它是做成这样的，这种造型。红菜汤，12块钱一碗，还是比较便宜的。这块一块还有一块奶油，哇，带着一点奶油的特别好喝。这个汤太入味了，特别的入味，这种粘稠度啊，一股浓浓的这种肉香，还有这种小香肠，香。咱看这罐焖牛肉啊，这罐看着不大，跟小坛儿似的，但是看看牛肉块，都是这种大块牛肉。它也是有那种小甜口，然后可能是我刚才加那块牛肉太瘦了，因为牛肉太瘦了以后啊，它的丝儿就有点费劲。我平时真的很少吃胡萝卜，但是这个胡萝卜很香，菜点太多了，不知道吃哪个。加上这吞拿鱼这个啊，它这个是鱼肉很多啊，下面是小西红柿，这面是土豆沙拉，这是什么？小酸黄瓜，小酸挺上头哎，很清口。土豆沙拉就一般了，我要进入大餐了，猪排环节。蘸点它这个红酱，在这种环境下吃饭，我感觉我都不一样了呢。要起飞，这2块猪排呢就是炸的，基本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，全靠这个酱汁儿来提味儿。这个汁儿还是非常好吃的。我忍不住要赶紧尝尝这个所有人都推荐的这道菜——苹果派。这个苹果派才15块钱，这大块，而且据说它这块的派是纯用水果做的。哇，这种小酥皮儿，而且还有这种白砂糖，哇！很酥，基本不用切，都是大块的苹果肉。皮是比较酥软的，而且有一股蛋黄和奶油的香。关键是它这个馅儿，我吃起来感觉就像在吃苹果，蒸熟的苹果。虽然是一个甜点啊，但是不甜，饭量小的女生可以当主食吃了。也有葡萄干。不行了，我忍不住了。先不说我要开吃了，先从牛肉开始。又吃了几块牛肉啊，它这个牛肉基本上是这种瘦的比较多，所以吃起来呢会稍微有点难嚼。我觉得我这个牙口吃它费劲。红菜汤还有惊喜，看这大片牛肉。Make 'em run, make 'em run, make 'em run and run again. Try it out, let it go. It's not like I don't wanna know. It's not as if you ever even wondered why I spread my arms. 实在是吃不了。上的时候看着一个一个小盘啊，不大，
但是吃起来真吃不了，量还是比较大的。今天这几个应该都是比较特色的菜了。个人觉得最好吃的这红菜汤，这汤真不赖，12一碗，强烈推荐。这个牛肉呢，这个牙口好的可以试试，反正我是叫不动。苹果派值得一点，15块钱一块，而且这个量真的很大。其实啊，这个口味到底好吃不好吃啊，还是很主观的，对吧？但是啊，就坐在这种小洋楼里，而且全是木质结构，再加上这种典型的欧式装修，静静的吃上一顿西餐，感觉相当不赖嘞。就这样吧，吃不了了，我得打包，不能浪费。罐儿看着不大，看看这些肉，这么多牛肉。哎呀，吃的挺得劲儿的一顿啊，没吃了又打包了一些。然后这顿饭呢，一共花了212，我觉得价位呢稍微的偏贵，但是它最贵的呢就是那个牛肉，那牛肉是98。其他的价位都还是可以的，好吧？那咱们本期的视频就这样了啊！喜欢小黑的朋友们，请给我个关注、评论、转发、收藏，支持一下啊！我们下次再见了，吃饱收工回家。